在赤道阳光直射的新加坡，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窘境：站在巴士站，眯着眼睛，甚至用手挡住阳光，却依然看不清发光屏幕上下一趟巴士到底几点到站。为了对抗这种刺眼的自然光，传统的工程思路非常直接，那就是调高屏幕亮度。但这不仅十分耗电，还会让设备在高温下加速老化。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路交局在小印度启动的一项看似技术退步的全新试行计划。他们决定放弃高亮度的发光屏，转而采用一种零能耗的电子纸技术。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硬件替换，更是新加坡城市基建在面对严酷的热带气候时一次务实有效的发展与调整。小印度地铁站附近的40019号巴士站可能会注意到一块不太一样的显示屏，它完全没有背光，在视觉上呈现为一张嵌在站牌里的彩色印刷海报，但上面的巴士到站时间却在精准的实时更新。这是路交局与恩士逊合作测试的 25.3 英寸全彩电子纸显示屏，测试期将从2026年的4月一直持续到10月。其实，这并不是新加坡第一次尝试这种技术。早在2016年，我们就引入过类似的电子纸设备，但那次试点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新加坡的气候条件实在太苛刻了，常年逼近30几度的高温，极高的空气湿度，再加上赤道毫无遮挡的强烈紫外线，让当时的电子纸材料迅速老化甚至失效。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更理性的选择往往不是用高耗能的硬件去强行对抗，而是借助这种电子技术，寻找一种与环境和谐共处的被动式解法。从10年前的铩羽而归到今天的重新登场，这背后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城市治理哲学的成熟。要真正理解这块屏幕的含金量，我们需要先看懂它的不发光机制。传统的 LCD 或者 LED 屏幕本质上是由一个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只要屏幕亮着，设备就在持续耗电。而电子纸采用的是一种叫做双稳态的底层技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成千上万个装满带电彩色墨水微粒的透明胶囊。只有在画面需要改变，也就是巴士到站时间更新的那1-2秒钟里，系统才会施加非常微小的电压，把特定颜色的墨水推到胶囊表面。一旦画面定格，这些墨水粒子就会稳定在原位，不再消耗哪怕一丁点的电力。这种接近零功耗的物理特性正在彻底重构城市基建的底层逻辑。根据恩士逊公布的技术细节，小印度的这块屏幕根本不需要接入城市电网，它仅仅依靠一块普通的12伏锂电池以及顶部的微型太阳能板就能维持运转。即便新加坡遇上年底那种连续的阴雨天，在完全没有阳光直射的极端情况下，它依然能连续稳定运作整整7天。要知道，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地下管线网络密集交织且错综复杂的高密度城市里，免去挖地铺设电缆的工程，意味着极大的成本节约和极低的施工干扰。它真正实现了从被迫用电到能源自给的跨越，让科技设施不再是城市能源系统的负担。既然双稳态技术这么省电，为什么2016年我们会失败？这就不得不提到热带气候对科技产品的严苛性考验。长时间的高温会加速内部电子元器件的老化，而高强度的紫外线更是电子墨水的主要威胁。它会让早期的屏幕迅速泛黄、褪色，甚至失去响应。10年后的今天，材料科学的突破终于为电子纸加上了工业级的抗紫外线防护层，以及高强度的密封防潮层，让它终于能够全天候在户外的恶劣环境中运作下来。放眼全球，采用电子纸已经成为智慧交通的必然趋势。在同样高密度且潮湿多雨的台北，或者气候严寒的芬兰赫尔辛基，甚至在经常阴雨连绵的伦敦，电子纸站牌都已经被广泛验证。
新加坡这次的试行可以说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后发先至，但这项技术真正吸引路交局和城市管理者的，其实是一笔庞大的长期开销，那就是后续的维护成本。相比之下，电子纸站牌几乎是免维护的，它的结构非常简单，内部那块电池的寿命长达4到5年，期间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试想一下，当全岛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巴士站都换上这种设备，省下的不仅仅是每个月的电费，更是非常昂贵的人工巡检和维修成本。这才是低维护技术对城市规划最核心的战略意义，用前沿的材料科学去抵消长期运营中的庞大开销。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一块省电的环保屏幕，那就太小看新加坡基础建设的远见了。这块看似简单的纸，其实是整个城市高度发达的物联网中的一个数据终端。它不发光，不刺眼，静静地立在街角，但它的后台每时每刻都在与路交局的中央调度系统进行着高频的数据交互。公路上跑的每一辆巴士，它们的实时 GPS 定位，沿途的交通拥堵情况，甚至突发的改道信息，经过云端核心算法的精确计算后，会化作一个个微小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通过低功耗广域网，稳定高效地传输到这个小小的站牌上，精准控制着墨水胶囊的翻转。它不需要像我们的智能手机那样具备强大的处理芯片，也不需要复杂的操作系统，它只负责非常克制地展示最核心、最必要的信息。这种前端极简、后端极重的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了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成熟与内敛。它不再追求炫目的声光电效果，不再试图吸引大众注意力，而是融入于日常的街景之中，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准确的公共服务。这就是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最实用的连接。从2016年的遗憾退场到2026年的重新起航，这块小小的电子纸屏幕见证了新加坡城市规划从单纯的堆砌硬件向精准适配的务实转型。回顾我们南洋先辈通过百叶窗和天井来适应热带气候的历史，真正的科技进步有时并不意味着更亮、更快、更耗电，而是懂得如何以最合理、最克制的方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科技的终点终究是回归人的体验。你所在的社区，或者你每天经过的路上，还有哪些让你觉得既智能又很实用的公共设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分享你的观察。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请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